你以为手脚发麻是老了正常现象，错，这可能是血管堵塞的求救信号。很多人等到心梗、脑梗发作才后悔，其实身体早就在提醒你了。今天脑照就用30年医学科普经验，跟50岁以上的朋友们好好聊聊血管堵塞前的5个信号，尤其是第3个，千万别当成老话忽略。先给大家说个真实案例，我邻居王大爷今年62岁，平时身体看着硬朗，就是偶尔觉得腿脚沉，走路没劲儿，他总说人老了就这样。直到上个月，他散步时突然腿软摔倒，送医院检查才发现腿部血管堵塞已经快 80%， 再晚一步可能就要截肢。医生说，其实他半年前就有手脚发麻、走路疼的症状，都是血管堵塞的预警，可他当成了正常老化，硬生生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。这就是很多中老年人的通病，总觉得身体的小不适是老了该有的样子，却不知道很多时候是疾病在敲警钟，血管堵塞就是其中最隐蔽、最危险的一种。血管堵塞不是1天2天形成的，就像家里的水管，用久了会结水垢，血管用几十年也会慢慢堆积垃圾。这些垃圾就是血液里的甘油三酯、胆固醇等物质，它们沉积在血管壁上，形成像小米粥一样的斑块，医学上叫动脉粥样硬化。刚开始斑块很小，血管还能正常供血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斑块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硬，血管就会变窄，这就是血管堵塞的开始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个过程可能长达10几年甚至几十年。在斑块没大到影响供血前，身体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可一旦斑块破裂形成血栓，或者堵塞程度超过 70%， 就可能引发心梗、脑梗、下肢坏死等严重问题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中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下降，对疼痛、麻木的感知变弱，就算出现了血管堵塞的信号，也容易忽略或误解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70岁的阿姨，她总说自己头晕、记忆力变差，以为是老年痴呆的前兆，子女带她去医院做脑部 CT， 没发现明显问题，就没再重视。直到有一次她突然晕厥，送医院抢救才发现是脑部血管严重堵塞，导致脑部供血不足。医生说他之前的头晕、记忆力下降都是血管堵塞的早期信号，可因为没有其他明显症状，被当成了正常的衰老现象。这就是血管堵塞的可怕之处，它的早期信号往往很隐蔽，还容易和正常老化混淆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5个血管堵塞求救信号，都是经过医学研究证实中老年人高发的症状，每个信号都对应着不同部位的血管堵塞，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仔细听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第1个信号，手脚发麻、发凉，活动后加重，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察觉的信号。因为血管堵塞后，四肢的血液供应会减少，就会出现麻木、发凉的感觉。比如平时坐着看电视，突然觉得手麻、脚麻，或者摸自己的手脚，比别人的凉很多，就算穿的不少，也不觉得暖和。我有个患者张大叔，今年58岁，他说自己2年前就开始手脚发麻，尤其是冬天，脚凉得像冰，晚上睡觉要盖2床被子，脚还是暖不过来。他以为是血液循环不好，没当回事。直到后来走路时小腿疼，走几百米就必须停下来歇会儿，才能继续走。这才去医院检查，发现下肢血管堵塞了 60%。医生解释说，手脚发麻发凉就是血管堵塞的早期预警，随着堵塞加重，血液供应越来越少，就会出现走路疼、无力的症状，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。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干预，堵塞继续加重，可能会导致肢体坏死，最后只能截肢。第2个信号，头晕头痛，记忆力下降，这是脑部血管堵塞的典型信号，
因为脑部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，一旦血管变窄，供血不足，就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。很多中老年人会说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。其实这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比如平时容易头晕，尤其是早上起床后，或者蹲一会儿站起来时头晕得厉害，眼前发黑，还有记忆力下降。刚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转眼就忘，或者注意力不集中，看东西模糊。我之前接触过一个65岁的退休教师，他说自己退休后总觉得头晕，看书看报纸一会儿就觉得眼睛累，脑子胀，记忆力也大不如前。有时候还会出现短暂的言语不清，他以为是退休后作息不规律导致的，直到一次体检做了颈部血管超声，才发现颈部动脉有斑块，血管堵塞了 50%。 医生告诉他，颈部血管是给大脑供血的主干道，这里堵塞了，大脑就会缺血缺氧，从而出现头晕、记忆力下降等症状。如果斑块脱落，还可能引发脑梗。第三个信号，胸闷气短，活动后心慌，这是心脏血管堵塞的危险信号。很多人误以为是老了体力下降，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。心脏就像一个泵体，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。一旦冠状动脉堵塞，心脏供血不足，就会出现胸闷、气短、心慌的症状。尤其是在活动后，比如爬楼梯、散步快一点，就会觉得胸口发闷，喘不上气，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。我有个亲戚，今年60岁，他平时喜欢锻炼，可最近半年他发现自己爬3楼都觉得胸闷、心慌，以前爬5楼都不费劲，他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，体力不如从前，就减少了锻炼量。直到有一次他在公园散步时，突然觉得胸口剧痛，呼吸困难，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急性心梗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医生说他之前的胸闷气短、活动后心慌都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，也就是心脏血管堵塞的信号，可他当成了正常的老化现象，没有及时就医，差点酿成大祸。第四个信号，视力模糊，眼前发黑，这是眼部血管堵塞的信号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老花眼加重，其实是视网膜供血不足导致的。眼睛的视网膜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，一旦血管堵塞，视网膜就会缺血缺氧，从而出现视力模糊、眼前发黑的症状。有时候还会出现一过性的视力下降，比如突然看不见东西，几秒钟或几分钟后又恢复正常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68岁的大爷，他说自己最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以为是老花镜度数不够，换了一副更深度数的眼睛，可还是不管用。有时候还会突然眼前一黑，吓得他不敢独自出门。子女带他去眼科检查，眼科医生建议他做颈部血管超声，结果发现颈部动脉严重堵塞，导致眼部供血不足。经过治疗后，他的视力慢慢恢复了，也没有再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。所以说，中老年人如果出现视力模糊、眼前发黑的情况，不要只想着换老花镜，也要考虑是不是血管堵塞的问题。第五个信号，耳鸣，听力下降，这是耳部血管堵塞的信号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老年性耳聋，其实是内耳供血不足导致的。内耳的听觉器官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，一旦血管堵塞，内耳缺血缺氧，就会出现耳鸣、听力下降的症状。比如平时总觉得耳朵里有嗡嗡声、蝉鸣声，或者别人说话声音小一点就听不清，需要反复问几遍。我有个患者，今年55岁，他说自己3年前就开始耳鸣，刚开始只是偶尔响，后来越来越频繁，听力也慢慢下降。他以为是老了耳朵不好使了，就配了助听器，可戴上助听器后，耳鸣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影响睡眠和生活。后来他去医院做检查，发现脑部血管有斑块，
血管堵塞了 40%。 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耳鸣和听力下降都是血管堵塞导致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理，他的耳鸣症状减轻了，听力也有所恢复。这5个信号单独出现一个可能不一定是血管堵塞，但如果出现2个或以上，就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及时去医院检查。很多人会问，去医院要检查什么项目呢？其实很简单，首先可以做一个颈部血管超声，这是检查血管堵塞最基础、最无创的项目，能清楚地看到颈部动脉有没有斑块，斑块的大小和血管堵塞的程度。其次可以做血脂、血糖、血压检查，因为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是导致血管堵塞的主要危险因素。如果怀疑心脏血管堵塞，可以做心电图、心脏彩超，必要时做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。如果怀疑脑部血管堵塞，可以做脑部 CT、脑部磁共振或脑血管造影。这些检查都能帮助医生准确判断血管的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干预。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就是血管堵塞的日常预防方法。这部分内容大家一定要记好，就算现在没有出现上述信号，也能帮助大家保护血管，远离堵塞。首先，饮食要清淡，减少垃圾摄入。血管里的斑块主要是因为血液里的甘油三酯、胆固醇过多导致的，所以平时要少吃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糖分的食物，比如肥肉、动物内脏、油炸食品、糕点、含糖饮料等。这些食物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加速斑块的形成。可以多吃一些能清理血管、降低血脂的食物，比如洋葱、大蒜、芹菜、黑木耳、海带、燕麦、深海鱼等。我认识一位75岁的老教授，他坚持清淡饮食几十年，少吃肉，多吃蔬菜和粗粮，每年体检血脂、血压都正常，血管也很健康。他说自己每天早上都会喝一碗燕麦粥，晚上会吃一些凉拌洋葱和黑木耳，这些食物对血管特别好。其次，坚持适度运动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运动能促进血液流动，减少血液粘稠度，还能消耗多余的脂肪和热量，降低血脂，从而预防血管堵塞。中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，比如散步、慢跑、打太极拳、游泳等。每周运动3减5次，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。但要注意，运动要循序渐进，不要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，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。我有个朋友，今年60岁，以前不爱运动，体重超标，血脂也高，后来他每天早上散步1小时，晚上打太极拳30分钟，坚持了1年，体重降下来了，血脂也恢复了正常，血管检查也没有发现斑块。第三，控制基础疾病，定期体检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是导致血管堵塞的3大元凶，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些基础疾病，如果控制不好，会加速血管硬化和斑块形成，所以有这些基础疾病的人一定要按时服药，定期监测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把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同时，中老年人要定期体检，每年至少做1次全面体检，包括颈部血管超声、血脂、血糖、血压、心电图等项目，这样能及时发现血管的问题，早干预、早治疗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62岁的大叔，他有高血压、糖尿病多年，但他不按时服药，也不定期体检，直到出现了胸闷、头晕的症状，才去医院检查，发现心脏和脑部血管都有堵塞，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。如果他能早点控制好基础疾病，定期体检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第四，戒烟限酒，保持良好心态。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，加速血小板聚集，容易形成血栓，还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加重血管堵塞。过量饮酒会升高血压和血脂，
增加心脏负担，也会损伤血管。所以中老年人最好戒烟，酒也要尽量少喝，实在要喝，每天白酒不超过1两，啤酒不超过1瓶。同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避免情绪大起大落，因为情绪激动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心率加快，容易诱发血管斑块破裂，形成血栓。我认识一位70岁的老人，他戒烟限酒已经10年了，平时喜欢养花、下棋，心态特别好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体检时血管状况比很多年轻人都好。第5，保证充足睡眠，避免熬夜。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，还会升高血压和血糖，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。中老年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，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，避免熬夜。同时睡眠环境要安静、舒适，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我有个亲戚，今年58岁，以前经常熬夜打牌，后来他发现自己头晕，记忆力下降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血脂偏高，血管有轻微堵塞。医生建议他保证充足睡眠，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每天晚上10点前入睡，早上7点起床，坚持了半年，头晕的症状消失了，血脂也恢复了正常。总结一下，血管堵塞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。身体会通过手脚发麻、头晕头痛、胸闷气短、视力模糊、耳鸣等信号来提醒我们，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一定要重视这些信号，不要当成正常老化忽略。同时要做好日常预防，清淡饮食，适度运动，控制基础疾病，戒烟限酒，保证充足睡眠，定期体检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血管，远离心梗、脑梗等严重疾病。最后，老赵想问问大家，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出现过上面说的这些症状？你平时是怎么保护血管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和看法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同时提醒大家，今天分享的内容仅供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。如果出现相关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咨询医生，遵医嘱进行检查和治疗。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血管健康，安享晚年。